心如止水，欲望如潮。修行之路，步步惊心。有缘人，今天我们聊一个敏感话题：修行者如何面对欲望。寺庙生活看似平静，但内心波澜又有谁知？出家人也是凡人，七情六欲难以根除，如何守戒律？如何超脱世俗？跟随我揭开修行者的内心世界，解密修行，探寻真相。也许你会有意外收获。修行者的生活看似简单，晨钟暮鼓，诵经礼佛，但内心的考验远比想象艰难。首先是戒律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不贪婪。每一条都是对凡心的考验，最难的莫过于欲望。饮食男女，人之常情，修行者也难免心动，但须臾间便是千年。有人说修行是逃避，其实不然，修行是直面欲望，直面本我，这需要更大的勇气。寺庙生活枯燥单调，世俗诱惑无处不在，电视广告，街头美食，每一样都是一次考验。修行者如何自处？冷水浇头，还是辗转反侧？苦思冥想，还是昧着良心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，但请记住，修行无捷径，唯有坚持方能超脱，唯有正视方能解脱。这就是修行者的日常挑战。文学作品常映照人性，修行者的挣扎也不例外。让我们看看《红楼梦》中的妙玉。妙玉，龙翠庵里的女尼，气质清冷，不食人间烟火，但内心却也有柔软一面。她与宝玉以诗会友，斟茶赏雪，品味人生，看似清静，却暗藏情愫。妙玉的矛盾显而易见，修行的决心坚如磐石，对情感的渴望却如涓涓细流。他拒绝使用他人用过的器皿，却独独允许宝玉饮用他的茶具。这份特殊，难道不是情感的萌芽？可见修行者也有七情六欲，压抑情感并非长久之计。再看《聊斋志异》中的倩女幽魂，宁采臣与聂小倩，一个书生，一个鬼魅；还有法海，一个苦行僧。法海驱魔降妖本是本分，但他的偏执却让人深思，是否真的明白佛法的真谛？聂小倩虽为鬼魅，却有善良本性。宁采臣以真心唤醒他的人性，反观法海却只看表象。所以修行不是固步自封，真正的觉悟来自对生命的理解。文学作品中的这些角色，折射出修行者的内心世界，他们的挣扎，他们的选择，让我们看到修行路上的种种可能。历史长河中，修行者的故事比比皆是，
有的令人钦佩，有的令人深思。让我们走进历史，一探究竟。明朝的济公和尚，他酒肉不忌，行为怪异，世人眼中是个疯疯癫癫的和尚，但济公的善行却广为流传。他济贫扶弱，惩恶扬善，用独特方式诠释佛法真谛。济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修行不拘于形式，真正的觉悟在于利他之心。唐朝的鉴真大师，他为弘扬佛法不辞艰险，6次东渡历尽艰辛，途中失明却初心不改。抵达日本时已是60旬老人，他的坚持感动了无数人。鉴真大师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修行之路从来不易，真正的信念能战胜一切困难。晚清的虚云和尚，他经历沧桑，亲历世事变迁，却始终坚持修行，弘扬佛法。120岁高龄仍在讲经说法，他的人生是修行的最好诠释。虚云和尚的故事告诉我们，长寿的秘诀在于内心安宁。修行不分年龄，不分时代，真正的智慧来自持续的修炼。寺庙生活看似平淡无奇，但墙内的世界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。首先谈谈头陀行，这是一种极端的修行方式。修行者远离寺庙，过着苦行僧的生活，他们或住树下，或住山洞，或常乞食，或食腐烂食物。这种做法旨在断绝欲望，但这种极端方式也引发争议。有人认为这是真正的修行，也有人觉得这有悖佛法中道。再说说墙头禅，这是一些寺庙的特殊做法，允许僧人有限度地接触世俗，他们可能偶尔饮酒或与异性交往，目的是体验世间百态，增进对人性的理解。但这种做法常被认为是戒律的破坏。还有莲花双修，这是藏传佛教中的一种修行方法，通过男女双修达到更高境界。这种做法备受争议，有人认为这违背了佛教戒律，也有人认为这是快速成佛的方法。最后说说行脚，修行者云游四方，历练身心，他们体验人间冷暖，增进对世界的了解。这种做法被认为能开阔眼界，但也有人担心这会使修行者迷失方向。这些鲜为人知的做法折射出修行的多元化，它们引发争议，也引人深思。修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？给大家讲个故事。故事里有2个和尚，一个年轻，一个年长。年轻和尚叫明心，刚入寺不久，他严守戒律，对修行充满热情，但内心常为欲望所扰。年长和尚叫智海，在寺多年，他看似随性，却深受僧俗敬重。智海常对明心说，佛在心中，不在外相。一天，寺院来了个年轻女子，她
他迷路了，想借宿一晚。明心十分紧张，不敢正眼相看，志海却热情相迎，为他安排住处，还亲自送去热茶和餐食。明心看在眼里，心中不解。夜深人静，明心辗转难眠，他想起女子的容貌，内心激荡。这就是欲望的力量吗？他暗自思忖。次日清晨，明心早早起身，他看到志海正和女子说笑，女子眼中泪光闪烁，似有感动。明心再也忍不住，质问志海：师父，您不是在犯戒吗？志海笑了笑，说：跟我来。他们来到后山，只见一片药田。志海说：这些药草都是我种的，我与人交往，为的是广结善缘。昨晚的女子其实是想轻生，我开导她，让她重拾对生活的信心。这不正是佛法的意义所在吗？明心恍然大悟，惭愧不已。志海拍拍他的肩，语重心长地说：修行不是逃避，而是学会与人相处。真正的修行是在生活中体现，是用慈悲心去理解和帮助他人，这才是超脱欲望的最好方法。从那以后，明心的修行有了新的方向，他学会了用平常心看待世间万物，也学会了用慈悲心对待身边的人。可见，修行的真谛不在于躲避，而在于如何在尘世中保持初心，用智慧和慈悲化解内心的矛盾。修行与世俗看似水火不容，实则二者可以和谐共存，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平衡。修行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在现实中修炼心性。面对诱惑，保持清醒；面对困难，内心坦然。世俗生活是最好的修行场所，柴米油盐皆是修行，人际往来处处是考验。平衡之道在于心态，不执着，不排斥，以平常心看待一切。修行者可以参与社会，用佛法智慧解决现实问题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记住，佛在心中，不在山中。真正的修行就在当下。有缘人，感谢收看本视频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。若觉得有帮助，请点赞支持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别忘了订阅，更多精彩等你。我们下期再会，愿你修行之路畅通无阻。